经过半年的酝酿，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启动所谓“中国院”，以协调对华政策，管控对华竞争。事实上，自202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多个部门都已相继成立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作组。分析指出，此举并非为了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是为了对华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压，恰恰反映了美方对中国发展壮大的恐惧和焦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6号宣布正式启动中国院，以协调对华政策，管控对华竞争。美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称，中国院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协调办公室，将吸收美国务院内外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与专责地区事务部门的同僚以及国际安全、经济、技术、战略沟通等领域专家合作，服务于整个美国务院，以确保政府能强化与盟友间合作，负责任管控对华竞争，制定并落实更灵活连贯的对华政策。We launched China House because we recognized that the scale, scope, and stakes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quires us to think, collaborate, and act in new ways.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这个新成立的中国院将取代美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辖下的原中国事务处，涵盖3个主要团队，分别负责传统双边事务、战略沟通以及中国境外活动。整体编制约60到70人，将增添人手担任联络官、派遣人员和特定任务人员等。资金则由美国务院现有预算提供。这个机构啊，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面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啊，特别是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啊，把这么一个原来的处级的这么一个机构升级到司局级啊，这是美国啊这个重视对华关系、重视对华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另一个我们说的综合的话，主要是这个机构主要涉及的对华关系中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要协调这个国务院相关的这个部门，而且要协调国务院之外与中国相关的这个部门之间的政策啊，所以它这个协调啊，是这一个机构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报道称，专责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以及蒙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沃特斯将出任办公室首名协调员，负责向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副国务卿舍曼汇报。值得警惕的是，沃特斯长期以来一直是顽固的反华派，曾在多个场合发出挺台声音。去年10月，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即将满50周年之际，沃特斯就叫嚣称，台湾频频被排除在联合国活动外，就是因为2758号决议被错误使用。他还鼓噪各会员国应该加入美国行列，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首先，这个 Waters 呢，他是美国外交界的一个老手，也是在中国问题上的一个老手，长期从事对华关系，而且他的这个语言呐，这个天赋相对来说比较突出。他不仅会说中文，而且还是阿拉伯文、西班牙文。所以这么一个人呢，放到这么一个位置的话呢，凸显了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对华政策的高度的一种重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河指出，想要进一步认识这个中国院，还需将其放在布林肯任内要实现美国务院现代化的大背景来考量。因为我们知道啊，2021年的10月份呢，布林肯曾经就提出一个要把国务院现代化的一个倡议。而且这个倡议其中就包括了5大支柱。第一大支柱就是要在美国认为至关重要这个领域里边，要重建一些机构而对华关系就是美国至关重要的这个领域里边，这也是布林肯这个实施国务院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和一个结果吧。实际上，早在今年5月，布林肯就已经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小组及中国协调办公室前身。他称，中国挑战的规模已对美国外交带来前所未见的考验。外交政策杂志当时报道称，布林肯这一设想的背景是美国国内间谍恐惧症的盛行，有关中国的独立信息来源数量急剧减少。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所谓的中国小组需要增加20至30个人员编制，招募更多中国问题专家以及熟悉各国对华交往的专业人士。有美媒透露，该小组的其中一名核心人物就是臭名昭著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及规划顾问余茂春。
此人出生在重庆，上世纪80年代定居美国后，长期通过散播中国威胁论、炒作台海议题等，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成为一些反华政客身边的红人。2020年12月到2021年1月初，在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授意下，当时在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供职的余茂春，指使有关官员绕过生物科学专家评估，持续向各部门宣扬新冠病毒系中国政府故意释放的生物武器等不实论断。近年来，美国政府发起的一轮轮反华攻势中，余茂春也都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在特朗普政府下台后，余茂春又追随蓬佩奥，成为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今年3月，余茂春还跟随蓬佩奥进行窜台活动。另一方面，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也曾在上月表示，若明年1月当选众议长，将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作为众议院共和党已有的中国特别工作组的升级版，以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其中将特别关注对华科技竞争、控制中资购买美国农业用地、关键矿产以及台湾问题等。When I become Speaker, I'm going to have a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 We will put a stop to this and no longer allow the administration to sit back and let China do what they are doing to America. 不过，麦卡锡信誓旦旦强调的并不是什么新花样。据国会山报报道，成立中国特别委员会向来是麦卡锡的长期目标。早在2020年，身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就试图与民主党合作成立相关机构，加大对华调查。但民主党出于担心中国议题被过于政治化，于当年2月临时退出。但麦卡锡并没有放弃，他随后在当年5月组建了如今的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小组，并指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议员麦考尔担任该小组主席。麦考尔也是彻头彻尾的反华政客，他曾公开支持佩洛西窜访台湾。但讽刺的是，当佩洛西邀请他一同窜台时，麦考尔却临阵退缩了。She did invite me. I have, family obligations in advance that I can't, family first. But I support, her right to go. 有观察指，在华盛顿，没有什么比成立一个新机构更能说明一件事的重要性。实际上，自202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中央情报局等多个部门内已相继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作组，但侧重点各有不同。例如，国土安全部的中国工作组宗旨是全面阐明、优先考虑和协调该部应对中国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国防部的中国工作组则侧重应对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以及地缘战略方面所面临的中国威胁。分析认为，这些中国工作组均打着应对中国威胁的幌子出现，并非为了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或增进美国政坛及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而是为了对华进行全方位遏制和打压。实际上，恰恰反映了美国府会及两党对中国发展壮大的不正常恐惧和焦虑，成为美国重启冷战思维的又一例证。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美国情报界也好，美国的国务院也好，美国的军队以及其他部门也好现在的话是越来越重视对华关系了他们原先也有专门的从事对华研究这个机构，但是最近我们所看到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是把这些机构要不就扩大，要不就升级要不就赋予了更多的这个任务。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强化对华的研究，强化对华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种协调。此外，美国会参议院15号通过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除了早期众议院版本通过时就明确提到的未来5年向台湾地区提供100亿美元无偿军援，并要求加速处理台方军购请求等消极内容。另据日媒爆料，该法案中还提到，拜登政府计划明年秋天起，每年派遣10名官员常驻台湾地区，以加强在安保与经济政策等方面所谓合作。报道称，法案中记载，派遣官员将从与经济、安保等有关部门开始招募，情报部门除外。美军武官也是招募对象，平均每人驻台期最长为2年，第1年学习中文，第2年在台当局行政机关或立法机构参与工作。该报道还透露，美方11月底至12月初已经与台行政、立法机构相关人士就该计划开展过协商。彰显出我们说美国对台政策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也就是从原来的不正式到正式，从原来的这个非机制到现在的更加的机制。实际上就是
从原来小规模的低级别的然后上升到高级别的大规模的这种说强化与台关系的这么一个讨论，所以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12月16号，美国国务院正式启动所谓中国院，那对此您有何观察？您认为拜登政府此举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主持人好，中国协调办公室，也就是 China House 中国院的正式启动，表面上传递的信号是，拜登政府认为自己当前的国务院外交官僚系统不再足以应对与中国的互动，但深层次来说，它表明美国进一步将未来对外战略的核心聚焦于中国，甚至这有可能是乔治·凯南有组织政治战复活的某种前奏。我认为美国国务院在中国院启动当天的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中国院的目标是落实对华政策，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因为中国是美国当前所面临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而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则说得更为明白，设立中国院就是为了抗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这本身无可厚非。随着中国的崛起，经济体量不断增长，中国主张也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冷战结束后，那个独属于美国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比如说，本世纪初的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人宣扬世界范围的民主秩序；奥巴马任内开始收缩，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时代则直接明确指向中国。如今拜登上台后，不仅在战略上延续针对中国的转向，美国的政府机构在功能设置上也不断做出调整，以中国作为明确目标。回顾一下近来的大国外交，从东南亚到中东，无论去到哪里，中美关系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都是足以左右时局的关键。某种意义上，未来的国际关系必然是中美关系的时代。无论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否承认这一点，至少从中国院的设立来看，美国人非常清醒地表现出了这一点。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战略，新的战略需要新的执行机构。中国院就是对美国国务院外交体系的一次内部重组，以试图追平中国在海外的外交投入。这一过程中，中国院的目的不仅在于强化美国自身的外交力量，同时也在于削弱中国的外交影响力。根据目前已公开的信息，中国院包含3个机构，一个负责传统的中美双边关系，一个负责战略沟通，第3个则被称为全球团队，通过在世界各地派驻专员，所谓监督中国在当地的活动。至于这个监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不难猜到。那么美方建立中国院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启用中国院的背后，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表面上对中国外交力量的削弱，它还有可能是乔治·凯南有组织政治战概念的复活。简而言之，就是和平时期在不直接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应用一切国家手段去战胜对手，以达成自身的政治目标。被称为遏制政策之父的乔治·凯南，在1948年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时，明确提出，要在美国国务院体系内，在国务卿控制下，成立一个协调各方力量的政治战指挥部，统合对苏联的外交工作、间谍行动以及舆论渗透，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压苏联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虽然现在的美国国务院早已不复当年的那种影响力，我很难相信中国院会成为乔治·凯南描绘的政治战指挥部。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自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各体系内不断出现各种针对中国的工作小组，司法部、财政部、国防部、中情局，再到现在的国务院。如果这些不同部门的中国工作小组之间再次实现整合，一个中国院也许不足为惧，但多个中国院叠加在一起，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然，考虑到美国官僚机构内部的斗争和党派厮杀，这必然很难，但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持续注意的关键点。事实上，对于中国院的成立，我最感兴趣的不是为什么现在成立，而是为何直到今天才成立。我注意到这个组织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当时的特朗普政府想要在国务院体系内设置中国事务专员，但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据美国杂志《外交政策》披露，此前曾代理亚太助理国务卿的董云长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
因为这将导致美国对中国国家行为认知的扭曲和某种中国威胁论的炒作。很显然，3年后，这种反对的声音逐渐消失，表明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问题上正在趋于理性务实的反面。当然，也许在美国冷酷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算计看来，这才是对华博弈的理性。我相信中国院的启动只是一个开始。正如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国务院内部消息指，中国院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是一个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个更广泛的努力会是我刚才提到的跨部门中国工作小组的整合吗？会是一个针对中国新时代政治战指挥部吗？我们唯有拭目以待。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政府16号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政策文件，不仅宣称日本应拥有反击能力，还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日本战后安保战略出现重大转折，引发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本当局重蹈覆辙、走军事大国路线的担忧。就在同一天，日本方面通报，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通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6号通报，包括航母辽宁舰和2艘055型驱逐舰在内的6艘中国军舰，15号出现在日本五岛列岛中的福江岛以西海域，并于16号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活动。15号上午，日方首先观察到辽宁舰以及054A 型导弹护卫舰枣庄舰、052D 型驱逐舰成都舰、055型驱逐舰鞍山舰、901型补给舰呼伦湖舰等5艘舰艇。当日深夜，又发现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无锡舰。外界注意到，这是辽宁舰航母编队首次携2艘055万吨大驱前出西太执行远海任务。外界注意到，中国海军舰艇穿越宫古海峡，正值日本通过修改后的3份安全文件之际。有观察认为，此举是向日本发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信号。日本政府16号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新版安保战略，其中包括大量涉华消极内容，包括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妄称中国对外姿态和军事活动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事项，指责中国在台海地区军演、发射导弹，对当地居民构成威胁，并给中方贴上经济胁迫等标签。日本新版安保战略还专门讨论了台海事态，同时提出为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将与同盟国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关系。日本把中国定位为新的这个最大的国际秩序的这种挑战者，一是呢，它是继续追随美国，那么要通过对华的认识共识和美国的话呢达成一致，来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第二个是为自己的这个强军扩武的话呢寻找一定的借口，同时也为增加日本防务费用呢寻找一定的理由。日本是等于人为制造中日之间的障碍，破坏了中日之间的正常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出台的防卫政策文件罔顾事实，背离日方对双边关系的承诺及中日之间的共识，对中国国防建设和正常军事活动等无端抹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智慧。日方尤其应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恪守承诺，不对外发出错误信号。我们再次敦促日方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切实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这一政治共识体现到政策上，落实到行动中。靠渲染中国威胁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的图谋是不可能得逞的。事实上，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就在于其宣称日本应拥有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将使日本实际上放弃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反击能力将包括各类远程攻击性导弹，以及与美军共同使用的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这些能力将使日本能够用陆地或海上发射的导弹打击1000公里以外的船只和目标，而日本自卫队目前装备的导弹最多可以飞行几百公里。文件还提到，日本将购买美国制造的舰载战斧导弹。读卖新闻此前报道称，日本想要多达500枚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可以飞行1250公里。此外，
日本将2023年至2027年未来5年防卫费总额增加至约43万亿日元，折合近2万2千亿元人民币。至2027年度，防卫费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由现行的约1%提高至2%。文件提到，其中折合约500亿元将用于网络战行动，约500亿元将用于增强太空能力，另有逾400亿元将用于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三文件还显示，日本将突破诸多战后禁忌，包括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扩大武器对外出口、深化军民一体化等。有学者分析认为，日本3份安保文件的修改背后更多隐含了美国的意图拉帮结伙遏制中国。日本修改安保战略，意图突破专守防卫，引发日本国内以及地区国家的普遍担忧。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岸田政府出台的新安保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对国际秩序的所谓最大战略挑战一事，您怎么看？其实外界原本担心的是，岸田政府会将中国定位为日本的威胁。假如做出这个定位，那将会是日本安保战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幸的是，最终岸田政府还是跟美国大体保持了步调上的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一个方面，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仅将中国定位为唯一竞争对手和日益严峻的挑战，岸田政府将中国定位为了对国际秩序的所谓最大战略挑战，也就是在措辞上稍微比美国激进了一点点。另外一方面，即使俄乌冲突爆发，朝鲜多次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仍然一意孤行地将中国视为了区内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日本也跟随美国，把中国列在了朝鲜与俄罗斯前面。除此之外，外界原本预判岸田政府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也会有出格的表现，也就是不仅再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极有可能会将所谓的绝对不允许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写入其中。所幸的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最终也跟随了美国的步伐，做出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及繁荣不可或缺这样的表述。我认为岸田政府在中日关系，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最终克制了自己，没有走极端，还是想为未来中日关系的改善保留一丝回旋的空间。当然了，这只是跟美国横向比较的结果。假如进行纵向比较，也就是相较于2013年制定的安保战略中，仅将中国表述为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并且明确表态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岸田政府的新安保战略还是在反华问题上向前跨出了一大步。那对于岸田政府在新安保战略中明确日本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争取2026年度部署射程超1000公里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一事，您又怎么看？我认为岸田政府的这个转变，其实也是因应和配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改变而做出的改变。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分配给日本的军事任务是建立在日本和平宪法与防卫战略基础之上的，也就是不断强化日本的抗打击能力，或者帮助美国扛住来自其他国家的第一期的能力，帮助美国守住第一岛链。那么近年来，美国的想法转变了，也就是要求第一岛链不仅要具备盾的功能，更要具备矛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转而要求第一岛链上的日本和台湾地区，除了要具有抗打击能力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进攻能力，或者说要让日本与台湾地区成为美国的马前卒。为此美国最为希望的就是在菲律宾和日本这些第一岛链上的国家部署美制的巡航导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岸田政府在新安保战略中写入日本将拥有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既是在配合美国的第一岛链功能的转变，更是在为装备战斧巡航导弹敞开了大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日本在常规武器方面的战斗力其实并不弱，甚至跟很多区内国家相比还具有一定的优势。
然而，跟中俄等区内的军事大国相比，日本的短板也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缺乏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在内的战略进攻性的武器。因此，这一次岸田政府防卫战略的修改，不仅意味着日本已经补上了这个短板，已经在军事上完全正常化了，而且意味着未来一旦区内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日本就可以跟其他国家用导弹来进行对轰了。我认为这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因为它意味着将来其他国家在对日本本土进行导弹攻击的时候，将不再会有所顾忌，而在具备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之后，也就意味着日本的专守防卫战略，甚至是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都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个重大的变化居然还是在并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的基础上来实现的，所以外界以后完全不必过度关心日本是否会修宪，因为对于岸田政府来说，事在人为，即使不用修宪，他们也可以想着法子将和平宪法给掏空了。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16号，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全境实施打击，共发射76枚导弹。此外，尽管欧盟就第9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但外界指出美欧之间分歧明显，欧盟内部也难成一致。基辅背后的力量出现内讧，战局走势会否发生变化？来看报道。据悉，俄方发起反击当天，总统普京全天在特别军事行动部队联合指挥部工作。他听取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的报告，与指挥官们召开了会议，并进行了单独会面。此前，基辅方面提议俄方考虑在圣诞节来临之际撤军，但俄方回应称，如果不考虑乌克兰局势的新现实，就不可能在实现和平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俄军不可能在年底前撤兵。且对于美方优先考虑增强乌军防空能力的说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明确表态，如果美方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则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而近日，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一则揭秘令外界哗然。默克尔在接受德媒采访时披露，当年签署明斯克协议为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赢得了准备时间。2014年、2015年的乌克兰和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一样了。当时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标：转移国际社会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争取时间，向基辅提供武器，并将局势引向大规模冲突。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最近也承认，他在2014年和2015年签署这些文件时并无意遵守。对此，普京表示震惊和失望，并称默克尔的言论再次证明，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正确的决定。事实证明，没有人打算履行明斯克协议的任何部分。外界就此分析指，俄乌冲突或将长期化。双方的这种战略目标还都没有完成，双方也是缺乏谈判的意愿。双方对于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要投入到战争之中，国家要为这个战争服务，政策要向战争转向，民众要为战争让利，实际上对于双方都是很难承受的。对于国际社会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6号，欧盟第9轮对俄制裁公布，内容包括对相关俄个人和实体制裁，实施新的出口管制，禁止俄获得无人机，停播4个俄电视频道，以及对俄能源和矿业部门采取进一步经济制裁等。普京回应表示，西方的制裁并未得逞，俄罗斯的物价水平、公共财政保持稳定。Напомню, что введением санкций страны Запада пытались задвинуть Россию на периферию ми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о мы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йдем по пути самоизоляции и авторки, как я уж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Напротив, расширяем и будем расширять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о всеми, кто в этом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16号，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详细讨论了能源、农业、交通和相互投资方面的合作前景。1个月前，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晤。苏杰生表示，印度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作为世界第3大原油进口国，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量自2月份以来一直在增加。俄罗斯已经超过了沙特和伊拉克，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拉夫罗夫表示，两国将贸易额增加到300亿美元的目标很快将会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爆发已接近10个月，长期巨额的对乌军事和发展援助已实打实地削弱了欧盟各国的国防实力。而由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也连锁引发了欧洲的长期通货膨胀和失业风险。
阴云长期笼罩在欧洲上方。美国近期发布的通胀削减法案又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困境。在15号结束的欧盟冬季峰会上，欧盟各国就如何捍卫欧洲经济、工业和技术基础，并维护全球竞争的公平环境展开激烈讨论。多国要求欧盟委员会在明年1月底之前拿出保护正受到高昂能源价格以及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威胁的欧洲产业的具体方案。L'Iran n'est pas compatible avec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et ses règles. Si demain nous mettions ce sujet sur la table et regardions celui-ci. 外界分析指，通胀削减法案对于欧洲经济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欧盟要么搞补贴竞赛，要么出现产业流失和就业转移。一旦后者表现出规模，将加速欧洲出现战略透支，激化内部冲突，弱化欧洲产业之基。届时，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毕竟，目前欧洲多国民众已不断出现反对通胀、要求减少对乌援助的呼声和抗议。